Hello， 大家好，我是宇哥。今天呢，我们来讲胶如何进化成龙。那龙呢，是否真的存在呢？自从我们华夏祖先进入到文明社会之后，龙居然逐渐的消失于人类的视野之中了。我们都知道，12生肖之中有11种动物是真实存在的。那我们的祖先为什么要用一个我们从来没有见过的生物放到我们的生肖之中呢？难道古人的想象力真的有那么丰富吗？竟然可以想象出来一个能够上天入地的神奇生物，而这不是很奇怪吗？并且还自称我们是一个不存在生物的传人，也就是龙的传人，这就更奇怪了呀。其实呢，龙是最早出现于先秦的古籍当中它的名字叫《左传》。有人可能会说呢，那有可能是古人的思想愚昧嘛，当时不够严谨，才写入了龙，不能够作为参考的依据。但是到了现代呢，更有数不胜数的各种视频中也都出现了龙。也还是无法改变人们的刻板思想和印象了。其实呢，在各个国家的想法之中呢，他们都认为我们不能够承认一种自己无法掌控的神秘力量，因为搞不好的话呢，会使得民众离心离德，增添不稳定因素嘛。这样一来呢，还不如把所有的真相呢就扼杀在摇篮之中呢，把无法控制暴露的视频呢，以辟谣的方式呢得以呈现呢。大家觉得是不是这样呢？那其实呢，龙是一种很普通的宇宙生灵完全可以用科学的常识来解释。因为呢，龙与 UFO 是有相同概念的。宇哥经常讲的这个外星人的 UFO 是如何悬浮空中的，他们无非就是通过控制电场，让飞碟的周围的空域发生时间的扭曲，好以此来摆脱地球的引力。虽然不知道具体的运行原理呢，但一切呢，我觉得都离不开电。因为没有电就无法调节磁场的大小，而生物呢，如果没有翅膀就不会飞行，这也是很多人认知以内的东西。但是每个生物呢都有电在传递，也是生物学界的共识。那假如龙的体内有极其强烈的电流在身体里不停地涌动的话，能够达到50万伏特甚至更高，会不会就会改变它自身周围的环境而产生时空扭曲呢？从而就摆脱了地球的引力，它才可以飞上空中的呢？这的确很有可能，因为地球上有类似的这种生物存在，那就是电鳗了。一只充满电的电鳗甚至能够放出800伏的高压电，更别说身长有几十米的巨龙。由于龙呢是带有超强电场的，就会导致身体周围的水汽凝结，于是人们总是能够看到龙的这个周边带有元气，这就是震荡电场而导致空气的分子振动产生的超声波后的雾化现象。这与超音速战斗机突破音障时在周围激起的那种雾气其雾化的原理呢是一致的。由于时空弯曲，可见的光穿过龙的身体的表面时会发生偏折，从而就会产生隐身的效果。这也是很多人总是很难见到龙的真容的原因。而且在这个古代现代，那么多人都声称自己看到过龙，难道每个人都得了幻听幻觉，然后都在胡说八道吗？我个人认为是不可能的。我们再来从这个龙与电场的化学反应来解释一下。因为纯电场呢能够偏折光嘛，在实验室里早就已经有所发现了，而时光弯曲混在这个龙躯的这个周身的周边，产生漩涡的时空结构，所以在龙经过雷雨的时候呢，就会导致上层的冷空气以漩涡运动的形态呢下沉，就像是搅动杯中的水而产生漩涡一样，从而呢就会产生龙吸水的现象，也就是龙卷风。而龙卷风呢，其实就是下沉的冷空气的漩涡的一个涡管，而内部呢是由超声波激荡而雾化水汽，并产生超低压，成为一条乳白色的气柱嘛。而青海湖的龙吸水现象呢，有可能就是一条龙经过之后而产生的龙卷风的一个云气现象了。由于水对电有引导作用，而会削弱龙身上的电场，从而让光的偏折失效，于是人们呢就会观察到龙的出现。大多呢都是在电闪雷鸣的天气呢来临，或者是云层很厚实的时候人们才会观察到的。因为电场呢对水是有吸引作用的，因此龙呢从水底跃出水面的那一瞬间，人们就会看到一股水柱冲天。这其实呢就是水体呢被这个飞升的龙的躯体的电场带上空中的一种表现了。或是人们看到的那个蛟龙停到桥边，然后水呢慢慢会溢过桥面，这仍然是电场吸引水体向上升的一个结果。因为龙躯体内有强电流在流动，大脑呢是最大的电脉冲源，它的眼球呢是最接近大脑器官之一，并通过视觉神经与大脑直接连通的。于是呢，脑神经的电脉冲呢就能够导致眼球视网膜上的这个原子受激发光。
当人们在夜里看到龙或者是蛟龙经过的时候呢，就会看到它们的眼睛如同2个灯笼一般发光发亮。这样不明就里的人呢，看到它们就如同见到鬼一样害怕了。然而强电场呢会强化体味，于是呢人们近距离的观察到坠龙事件的时候呢，都会带有极其新的一种气味，也表明呢龙的体内呢有极高的物质化学反应。由于龙体内的器官有极高的物质化学反应呢，因此古人传说呢，有人用这个龙骨的粉末呢抹在这个碗的周边，注满水到碗平面以上的高度呢，水仍然是溢不出来的。这就是电场约束水体的一个作用。而古人传说呢，有人用这个龙骨的粉撒在伤口上，伤口呢立马会愈合，甚至还不会留下疤痕。这也是高强度的化学反应而导致的细胞增生、复制加快，与生长激素类似。如果水里有蛟龙潜伏的话，那这个水就会变得极其的清甜。用科学的解释来说，就是龙的腥气在水中扩散，净化活化了水的效果。听起来呢，清甜与腥味好像是矛盾的，其实则不然。比如女人用现代的香水呢，你若是打开香水的瓶盖直接闻，就会非常的刺鼻难受，但是喷在人的身上之后呢，就会引起各种小鲜肉的到来。这就是浓与稀给人的感觉不同了。而龙的腥味呢也是如此，腥味在水中扩散后呢，就会稀释成极低的浓度，水呢就会变成清甜。就比如说老家的山泉水呢，就比城市里的过滤水呢要清甜，是一个道理。因为山泉水里有更高的活性与微量元素嘛，所以有龙的深潭里的水呢，就会变得清甜的原因了。那在于龙的腥味会导致水呢有更高的活性。简单来说，就是龙的腥味带有极高的活性物质，从而修复水的结构呢，来改变水的味道。这也就是为什么之前宇哥讲的那一期龙的视频他们挖了那个山洞进到那个山底的洞穴中发现龙，结果呢就是腥味极其的严重导致他们一路走呢一路吐，一路靠近龙呢一路吐到胆汁都出来了。龙的腥味是极其严重的。那很多人可能就会问了那龙身上为什么会带有强电流呢？要说龙身上的电的来源呢，就要从蛇说起了。那蛇在民间呢有小龙之称，传说可以飞身化龙嘛。那百度里说呢，蛇是四肢退化的爬行动物的总称，属于爬行纲蛇目。正如所有爬行类一样嘛，蛇类呢全身布满鳞片，所有的蛇类呢都是食肉性动物。目前全球总共有3000多种蛇类身体都是细长，四肢退化，无可活动的眼脸，无耳呢，无四肢，身体表面呢都附有鳞片。蛇类呢又是变温性动物体温低于人类，又被称为是冷血动物。当环境温度低于15度的时候呢，蛇就会进入冬眠的状态。蛇是部分有毒，但大多数都是无毒。另外呢，12生肖之中也有蛇这一属相嘛。简单来说，就是蛇呢就是长条无四肢且有鳞片的冷血肉食动物。那蛇为什么会演化成龙呢？这也需要用科学来分析和推理了。那蛇呢是肉食动物常年吃燥热的阳性之物嘛，比如说各种的那种哺乳动物就会使它的机体内呢慢慢积累出极阳的物质，从而表现为腥气很重，也是体内物质的一种作用。极其强烈的化学作用呢，也是其外在的表现。比如说多吃野生动物，多喝酒呢，就会让人长疮，性欲提高，毛孔粗壮，这是身体炙热的一种外在反应。而蛇呢，由于是冷血阴性动物因此极阳的物质在其体内积累，并不会导致其炙热过度，细胞破裂而死，相反能慢慢的积累，达到很高的水平。而所谓的极阳之物呢，就是振动很强、很厉害的分子和原子结构，比如有砒霜、重金属、雄性激素、麝香等，都是很厉害的阳性之物。那喜欢吃鱼的朋友都知道越老的黄鳝和鲤鱼呢就越腥，都是因为它们的体内积累的阳性之物过多的原因。所以想象一头巨蛇如果能在500年的时间生存和积累，那它的腥味会有多么的大。其实简单来说，就是蛇体内的生物电呢，随着体内阳性之物的积累化学反应会越来越强烈，而导致呢生物电会越来越强大，电压水平也就越来越高。越强的生物电流在蛇体内流转呢，从头到尾呢，再从尾部反射到头部，这样电流频率和强度就会越来越高。在与蛇的形体呢共同作用之下，终于有一天就会发生驻波现象。而驻波呢，就是在蛇的周围以及体内产生电场震荡的现象。有一个物理实验呢，就是找一个平底的盆呢，里面装满水在盆的2个把手处呢，用力的这种来回摩擦，那水面就会产生激荡的现象了，里面的水就会水珠乱跳。
而蛇体内的电流驻波作用呢，也就是如此，导致蛇表面的电场如此并发激荡呢，进而就会出现时空弯曲，改变身体周围的磁场。而其中的原理呢，就跟 UFO 有点类似，但对蛇来说，这属于躁动的一种现象，所以它就必须得出去转悠才能够平息炙热的心火。于是蛇就最喜欢趁着大雨天出去，这就形成了传说中的走蛟。而蛟其实就是龙的亚成体，是还没有发育好的龙。那蛟呢，也就是升级版的蛇。打个比方呢，就是我们人如果被关在一个房间里啊，你如果就是不能玩手机，什么都不能干，就只能待着，那过不了多久呢，你就会有一种烦躁、躁动而蠢蠢欲动的那种感觉，这就是蛇出动成蛟的那种感觉了。那电流驻波呢，除了影响蛇的大脑让它出去放风呢，更是让其躯体发生了形变。在电流与阳性物质长期刺激下呢，最后头上就会长出2个角，而身体呢会长出前肢和后肢，这与激素作用有点类似。那人体如果吃了太多的阳性植物，会长疮长痘，严重的呢会有肿瘤，都是同一作用的机制。这也是蛟龙喜欢待在深渊里的原因了，因为其体内燥热难耐嘛，欲火喷张，必须用极阴寒的物质呢来平衡。那阴寒之物呢，就是深渊里的冷水大家都知道，深山里深潭的水呢，一般都是常年寒冷的。潭水越深呢，水底的温度就越低，就像海洋一样嘛，越深呢，水温就越低。那对于龙来说呢，那种水的温度就是四季如春的感觉了呀。所以蛟龙到了大海之后呢，有更多的食物和更低的水温以及更安全的生存环境嘛，对它来说呢，就是极好的。于是，在经过了千百年的漫长的阳性之物的积累之后呢，更加强化了其躯体内生物电场的强度，并带来更高的时空弯曲，所以慢慢的就长出了前肢与后肢嘛，成为了真正的龙。那蛇变成龙的道路呢，必然是充满了各种曲折嘛，所以在它小的时候呢，就要经过什么保3月积3月，还要防备各种捕食者、动物、人类等等。所以小蛇如果能够成长为大蛇呢，也就表明其背后呢是有无数条类似的小蛇呢夭折，也表明呢有无数条其他的生命已经进入了蛇腹了。但是有些蛇呢，没有想到在等到它飞升化龙的时候呢，却被雷电给劈死了，100年修为呢瞬间毁于一旦了。这就是传说中的灵蛇渡劫失败的传说了。那为什么灵蛇化龙会失败呢？因为其物体表面的电感在干燥的时候强度会变强。打个比方说，就是秋冬干燥的日子里，我们穿那种毛衣嘛，在脱毛衣和穿毛衣的时候呢，电火花会噼里啪啦的响，大家应该都有印象。那蛇呢，在第一次准备飞升的时刻呢，特别是晴天的时候这个飞升前的灵蛇身上的电场震荡与其承受的能力呢，是处于最大的时候，就跟我们毛衣脱离身体的瞬间而产生电火花一样。由于身体产生的电感太强呢，在飞升离开地面的那一刹那，蛇与地面之间瞬间产生了极高强度的闪电。由于它还没有适应这种电流它柔弱的躯体是不能够承受如此之重的电压的。于是蛇呢就这样被自身所产生的闪电给劈死。同时大家应该日常的生活中也有插过那个插销电源嘛，我们插拔插销的时候印象很深刻就在插销和电源接触的那一瞬间有时候都会听到那种啪啪的那个电火花的声音。但是呢，如果我们插进去了，这个声音就没有了。但是在接触的那一瞬间呢，这个声音还会出来。那灵蛇渡劫失败呢，就是这么一个原理了。灵蛇要是运气好的话呢，碰到大雨天出去练习飞升其表面的电感就会降低很多，那成功的几率也会大大的提高。所以蛇呢，并不是每次都会被闪电劈死。那有报道就说呢，见到巨龙飞升的瞬间从天上是有闪电劈下，是有同样道理。因为天地之间的电场相互感应而会出现电闪雷鸣。一般报道的闪电只是将山体或石头劈成2半，但龙飞升出来呢，其体内无事这是由于山体与石头的隔离嘛，就能将击中它身体的闪电的能量极大的削弱。若龙从水中冲上空中呢，也会因为躯体电场携带巨量的水体，而水体呢能隔离闪电，保护龙体无事。那有人可能又会问了嘛，那蛟龙为什么要在水中遨游呢？因为在川渝的许多地方呢，有些古桥下面都挂着一把铁剑，称之为斩龙剑，就让人们觉得特别好奇嘛。有些不明就里的现代人呢，就将其归于风俗习惯或者是封建迷信。
懂一点的人们都说是用来斩蛟用的，但如何个斩法呢？他们又说不上来。其实蛟龙喜欢水其生理电场呢就会引导水的流向，在水里呢，蛟龙到哪儿呢，水就会被引导到哪儿。那电场呢就能让水流产生偏折。而实验里呢也早有证明，当蛟携洪水通过桥时呢，其躯体的电场会导致周围的环境产生扭曲的作用。若通过桥洞时呢，桥就会被影响变形，于是呢，携带的洪水呢就很容易冲垮这些古桥。因为古代呢是没有钢筋水泥结构的嘛，现代呢是有钢筋水泥结构，但是呢也未必能够挡得住时空弯曲的威力。而桥下的那个斩龙剑这种金属尖锐物呢，起到的作用就是引导蛟身上的电场和削弱电场的作用。这把剑就像一枚刺破气球的针，让其泄气嘛。而引导电流后呢，就会导致蛟龙身体周围的电场瞬间减弱，于是蛟龙呢就像泄了气的气球一般，再也飞不上天了。因此蛟龙呢是不敢通过这种挂有斩龙剑的桥下的，怕身体电场被破坏。这就说明古人是非常有智慧的，他们痛恨蛟龙，经常弄塌很多通行的桥体。这就说明古人是认为蛟龙是真实存在的吗？或是他们曾经看到过的。所以蛟就必须得等水漫过桥体从上面游过去。那有些桥呢作为人造物看似是一堆普通的石头，但里面呢很有可能也是挂有一些金银金属的，藏着东西，致使桥下桥洞的空间的地质环境特别复杂。所以蛟龙通过的时候呢，极有可能会泄气功亏一篑。而蛟龙呢喜欢潜入深渊、深潭或者是深海，这并不是龙发自内心喜欢的地方，而是体内的阳性物质过多要用阴寒之物来平衡的原因。那有人又要问了那坠龙又是怎么回事呢？人们看到的坠龙现象呢，一般都是坠地的龙有气无力呢而被蝇虫戏虐嘛。残弱的表象让人就怀疑这难道就是人类崇拜的神物龙吗？那坠龙到底是怎么发生的呢？自然是龙身上的电流衰弱消失而导致的时空弯曲失效嘛。失效之后呢，就会被重力加速度而引导向地面，而导致时空弯曲失效，这要归功于人类的建筑。人类的建筑，特别是城市群的那种高楼大厦呢，个个如长针一般屹立在地表上嘛，带来的结果就是地内震荡。那通过这些高楼大厦发送，特别是高楼大厦楼顶都有一个塔针，类似于微波发射塔。那个微波发射塔呢，它的电磁能量就会如机关枪一般不停地射向天空，而扰乱高空的地磁稳定性嘛。若有龙经过的时候呢，很容易刚好受伤，就致使其体内的电流紊乱，驻波效应呢就暂时会失效，于是呢就会掉落地面的。因此龙呢是害怕在人类的城市上空出现的，那是一个危险的地带。所以就为什么很多在偏远荒芜的地区呢才能够看到龙吸水的现象，比如说青海湖那种荒无人烟的地方。那城市里太多的地盘呢都被人类所占据了，这也就是城里的人就很少能够见到龙的原因。大家觉得是不是这么回事呢？那么好了，故事呢宇哥也就讲完了，别忘了订阅关注宇哥的频道，看后续更多精彩内容哦。